2026年7月5日晚上，湖南卫视演播厅的灯光暗了下来。台上，宋威龙和张静怡被主持人点名玩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游戏，牵手5秒。没有人想到，就是这5秒之后被反复截图、反复分析、反复播放了超过1000万次。两个人的手刚碰到一起，同时低下头，嘴角压不住地往上翘，眼神不敢对上，笑意却藏不住。台下观众起哄，镜头对过去，画面里宋威龙的大拇指一直贴在张静怡的手背上，还轻轻蹭了2下。你们知道吗？这种细节营业的时候是不会有的。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场看似普通的首映礼是怎么在短短20几天内把2个演员送上17个热搜，累计阅读量超过12亿的。先说说这2个人是谁。宋威龙，99年3月出生，16岁那年以模特身份进圈，后来转型演戏，一路凭《下一站是幸福》以家人之名变成现偶顶流。2019年还入选了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。张静怡同样99年出生，7月10号刚过完27岁生日，北京电影学院毕业，代表作《风犬少年的天空》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，气质清冷，骨相辨识度极高。这次的野狗骨头是2个人第一次搭档做男女主角，讲的是90年代小城里2个原生家庭破碎的少年彼此依靠，共同长大的故事。按理说，这就是一次普通的剧宣，可事情从第一天就不对劲。首映礼上，2个人不只是牵手，还合唱了剧里的插曲，跳了双人舞。中场休息，镜头没对准他们的时候，2个人互相竖大拇指打气。表演结束，张静怡很自然地挽着宋威龙的手臂下台。整个过程松弛得不像在录制节目，倒像是2个认识很多年的朋友。有意思的是，在3人拉手的游戏环节，宋威龙刻意绕过距离更近的嘉宾，第一时间牵住张静怡的手，动作快的几乎是下意识的。现场观众后来在网上写道，这种自然感是装不出来的。3天后，微博上一个用户发了一条博文，只有一句话：天大，宋威龙张静怡根本就是鼓父鼓母。就是这一句话点燃了整个夏天最大的一场 CP 狂欢。鼓父鼓母这个词说的是2个人的骨相。宋威龙五官立体，痞帅野性；张静怡清冷倔强，骨骼线条硬朗。2个人站在一起，气场高度契合，甚至有人说他们俩长得有夫妻相。这个词从一个小超话开始扩散，7月11号冲上微博热搜，随后连芭莎这种时尚媒体都跟着出图。7月5号到29号，短短20几天，带这个关键词的博文超过43万条，互动量破了1200万。而这只是开始。7月7号，一段花絮流出，剧里女主角吃醋的关键镜头，居然是宋威龙亲自掌镜为张静怡拍的。2个人在摩天轮上，片场里互相当对方的摄影师。这种演员不只是演员的互动模式，一下子戳中了观众的磕点，相关话题阅读量直接破10亿。7月9号的追剧团活动上，现场观众起哄，非让2个人当场互关微博。张静怡二话不说掏出手机，宋威龙说回去再关，结果被现场逼着当场完成。张静怡还瞪着眼睛笑他连手机都没带。7月13号，2个人合拍一支舞蹈挑战视频，地面有点滑，2个人同时踉跄了一下，赶紧扶住彼此的身形，然后相视一笑。这段意外，网友管它叫舞台事故，说它比刻意撒糖真实100倍。这条话题阅读量直接冲过2亿。如果你也觉得这种细节比剧情本身还上头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但你以为这只是一场无伤大雅的甜蜜吗？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就在鼓父鼓母话题爆火的同时，另一件事发生了。今年年初，骄阳似我热播期间，宋威龙曾经和另一位女演员赵今麦合唱过情歌。那时候2个人的 CP 粉丝圈内叫龙麦。龙麦的粉丝从那时候起就一直在磕这对组合，等着2个人的下一部作品。现在鼓父鼓母一出来，龙麦粉直接炸了锅。有人翻出旧账，说宋威龙这是背刺，2边粉丝在评论区吵得不可开交，甚至细数起2个人往年520发的每一条微博，逐条比对措辞和配图，分析谁更用心。更戏剧性的是，就在夏威夷热搜最高的那几天，
居然有认证品牌账号刻意放出宋威龙和赵今麦私下聚餐的照片，被不少网友解读成一场彻头彻尾的拆 CP 操作。粉圈的这场混战，说到底争的不是感情，是流量。可观众要的从来不是谁磕赢了，而是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真实感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更相信哪一边，是营业还是真心？事情到这里，很多人开始好奇一个问题：这两个人私底下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答案其实早就写在细节里了。狗仔长期跟拍两个人的行程，没有拍到任何私下约会的证据。采访里，张婧仪很直接地夸宋威龙，说他是自己合作过最帅的男演员。宋威龙当场追问是不是背了稿子，张婧仪立刻回怼，题目都没看到，怎么背稿？宋威龙也说过，张婧仪身上有种乐观的力量，是他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。剧组还爆料，两个人买菜的时候会互相记得对方不吃羊肉、不吃牛肉这种细节，吃饭时自然的互相夹菜，像家人一样相处。没有暧昧的暗示，没有刻意的回避，两个人对彼此的评价坦荡的像是在聊一个多年的老朋友。这才是这场狂欢真正打动人的地方，不是恋爱剧本，而是一种久违的演员之间的真实默契。这些年，观众看惯了工业糖精，看惯了剧组安排好的营业剧本，反而在这种毫无设计感的踉跄、偷笑、大拇指的小动作里，找回了磕 CP 最原始的快乐。有意思的是，两个人在角色里也找到了自己的影子。张婧仪说自己和角色苗静一样，认准的事情就会坚持到底。宋威龙也承认自己骨子里跟角色陈毅一样倔强，只是没那么带刺。戏里戏外，某种程度上，两个人早就分不清哪部分是表演，哪部分是真实的自己了。有人问，这种关系能持续多久？说真的，没人知道。CP 粉的热情会随着剧集热度慢慢降温，这是行业里再正常不过的规律。但7月这20几天里发生的事情，已经足够证明一件事：观众想要的从来不是完美的人设，而是一点点没有排练过的真实的心动瞬间。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一个5秒钟的牵手游戏能变成整个夏天最大的话题，也是为什么哪怕粉圈吵得再凶，观众还是愿意一遍又一遍地重刷那段视频。其实说到底，娱乐圈从来不缺剧本，缺的是没有设计过的瞬间。宋威龙和张婧仪之所以能在短短1个月内从普通的搭档变成全网热议的鼓父鼓母，靠的不是团队的精心策划，而是两个演员在长达3个月的拍摄周期里真正磨合出来的信任感。这种信任感，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才会有那么多人愿意花时间去分析一个大拇指的动作，去反复回看一段5秒钟的视频。也许再过几个月，热度会慢慢退下去，两个人也会各自投入下一部作品。但至少在这个夏天，他们让很多观众重新相信，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是可以不靠剧本、不靠人设，真实发生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里。你心里更偏向哪一对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，我们下期见。